无畏曲折迷离，K 姐奇探秘。大家好，我是 K 姐，欢迎回来。很多人都认为呢，神话传说只是童话故事，但是在印度却并非如此。在印度神话中，有一座沉睡了1000年的海底古城，还有7座被海水淹没的古老寺庙，以及凭空出现的天然跨海大桥。这些传说中的东西，居然在数千年后被人们在现实中找到了。这是真的吗？难道印度传说并非虚构，而是真实的历史吗？更离奇的是，在印度的文化中，那些曾经存在于传说中，如今却被人们找到的古城和寺庙等，都是由那些来自于外太空的众神所创造。如果他们创造的东西果然存在，那些神是否真的是从天而降的外星种族呢？此外，人们在一艘沉船上还发现了诞生于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计算机。这些神奇的文物是否能够证明人类的祖先和外星人有过密切的接触呢？现在所知的最早的印度教的文本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那些史书中所记载的神话故事，如今我们这些外国人读起来就像是疯狂的科幻小说一样，因为故事里充满了各种神奇的石头、焊接的武器，甚至是宇宙飞船。此外，印度教号称有3300万个神灵的存在，而且众神都是起源于宇宙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从外太空来到地球的。全球有9亿印度教的信徒，其中大部分人都相信印度教的著作并不是编造而成，而是历史书籍。所以根据书中记载的印度的众神，其实就是以前来过地球的外星人。而且他们还举列出了一些证据来证明这一观点。比如在被称为印度2大著名梵文史诗之一的摩诃婆罗多中，有着这样的记载。书中说，一名叫黑天的神统治着一个名为德瓦卡的王国。这个王国在后来遭到了一架携带着神秘武器的飞行器的袭击，此后便沉入了大海，被人们所遗忘。然而在1983年，也就是这部史诗完成的4000年以后，人们真的在海底发现了一座古城，并且就在书中所记载的德瓦卡所在的位置。要知道，多年以来，印度考古学家一直认为德瓦卡只是一个存在于神话中的城市，直到他们发现了这座水下废墟，才知道德瓦卡城也许并不是传说。而另一个由传说变为现实的例子，也和一座神秘的古城有着关系。在印度的东南海岸，有一座古老的小城，名叫马马拉普拉姆。传说这里曾经有7座宝塔矗立在海边，但印度教中的众神之王因陀罗神曾发动了一场洪水，摧毁了矗立在海边的大部分建筑，所以时至今日只有1座宝塔保留了下来。但由于缺乏证据，和德瓦卡古城一样，大多数考古学家都不相信这个传说。直到2004年的12月26日，一场巨大的海啸导致印度的海平面暂时下降，随后印度东南的海岸线上出现了一些神秘的建筑，这些被海水淹没的遗址正是那些传说中被摧毁的宝塔遗迹，和书中描述的非常相似。所以很多来自于世界各国的研究学者都认为，神秘的印度传说很可能就是真实的历史。而更加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证据，要数罗摩大桥的发现了。在印度2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故事说，主人公罗摩的妻子西多被绑架到了印度最南端的岛屿上，这个小岛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罗摩得知妻子被绑架后，立即召集了一支军队去营救她，但他们必须要穿越近50公里的公海才能到达斯里兰卡，并且没有船只可以载他们过去。最终，罗摩的解决办法是利用魔法建造一座通往斯里兰卡的桥梁。有趣的是，这座桥梁是由悬浮着的巨石构成的。人们通过在那个石头上写下罗摩的名字，让石头神奇地悬浮在空中，成为桥梁。和许多印度传说一样，这个故事听起来就像科幻小说一般，让人难以置信。但通过现代卫星技术，
人们可真的在印度南端和斯里兰卡之间发现了一座神奇的大桥。那是一条由岩石和沙子组成的长达48公里的屏障。可能很多人这时和我一样的感觉啊，觉得从这影像资料来看，这座长达48公里的桥看起来其实更像是自然形成的，但有一点却是有科学佐证的。后来地质学家在对这座桥的各个部分的岩石进行了碳年代测定之后，发现它和罗摩生活的年代居然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罗摩衍那的传说始于6000年前，而这座桥的石头也正好始于6000年前。那这是否意味着罗摩大桥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可能和传说中记载的一样，是在6000年前由某种神秘的力量人为建造的呢？一些印度官员对此是坚信不疑的。他们认为罗摩大桥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罗摩神创造的，它是神圣而不可亵渎的。因此2018年印度政府为了保护罗摩大桥，本来计划的一条会经过其间的航线计划被取消了。因此今天的船只都不能直接穿过岩石地带，而只能花更长的时间绕道而行。所以以上2个后来被发现的古城和连接2国的桥梁，是否能证明传说并不一定只是传说呢？一些研究学者认为，既然传说在现实中能找到证据来证明传说就是历史的一部分，那些印度史书中所记载的众神都是来自于外太空，是否也真的可信呢？有的人还提出了另一个证据来表明，外星种族其实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来过地球了。他们不仅去过印度，还在希腊创造了计算机。1900年4月，在爱琴海安提凯特拉岛附近的海岸，一个名叫伊莱雅斯的潜水员在46米深的水下发现了一艘古代沉船。在接下来的1年里，人们在沉船中发现了各种各样有趣的文物，其中就包括一件与众不同的装置。从外表上看，它很像是一块覆盖着青苔的石头，但在仔细观察之后，人们震惊地发现，它其实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青铜机械装置。虽然最外表的表壳遭到了海水的腐蚀，但依然能够看出它的上面镶嵌着一组精密的齿轮。起初由于技术的限制，人们一直弄不清楚这台装置的作用，所以被搁置在了博物馆的仓库长达60年之久。直到1951年，这台装置引起了英国物理学家德瑞克·约翰·普莱斯的注意，这才得到了进一步的研究。1959年6月，8年过去了，普莱斯终于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发现。他认为这一装置是一种古希腊计算机，属于模拟计算机，制作于公元前150至80年之间。由于它有着天体仪一般的功能，不但可以预测恒星以及行星的方位，还可以对月食、日食等现象进行演示。比如说，你在盒子的外部输入特定的日期，这个机器就能精确地计算出天文周期，以此来计算出比如农耕的最佳时期，或者是了解未来会发生什么。科学家将此命名为安提凯希拉天体仪。由于它的制作方式非常的精细，计算出的结果又十分的精准，它的先进程度让当时的许多科学家都感到震惊。有人甚至声称，这个古董装置的发现并不亚于找到一台古代的喷气式飞机。所以有很多科学家认为，这个天体仪可是比法国的蒙娜丽莎还具有价值，连美国的计算机博物馆内也收藏了一台它的复制品。人们更感兴趣的问题是，究竟是谁发明了这个不可思议的仪器呢？因为与此类似的复杂工艺，直到14世纪时才在欧洲出现。据资料显示，1575年，这样成熟的齿轮系统才在欧洲诞生，这远比安提凯希拉天体仪晚了大约1700年。所以，很多研究学者认为，这台古希腊的计算机也许可以作为外星人曾经拜访过地球的证据。古希腊人可能就是从外星访客那里获取的知识，从而制造出了这台机器。就像我们之前的那期视频里聊到的一些时代错误遗物，比如1936年发现的史前铁锤，那包裹着铁锤的石头居然是来自于1亿4000年前的。
还有1922年在埃及帝王谷里发现的一把由黄金和水晶铸成的手柄的铁匕首，而那铁匕首里的铁居然是来自于陨石，以及1974年在罗马尼亚出土的从猛犸象骨堆里发现的铝合金。可是人类在19世纪中叶才掌握了制造铝的方法，而1974年发现的那块铝合金居然和4万年前就已经灭绝的猛犸象埋葬在一起。这一桩桩匪夷所思、科学暂时还无法解释的神秘文物，难道真的是穿梭时空了吗？又或者是早在几千甚至几万年前，地球上就有着各种外星种族，如传说中那样在地球上繁衍生息？那他们现在又去了哪里呢？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中探寻更多的线索。